末将一命担保，绝无生还可能。就这样吧。还有别的事吗？白狄大军正向我边境。是哥哥唐突，委屈你了。咱们兄弟之间不说这事儿。我这人就是无趣的很，扫大家兴啊。这事儿吧，本来我想的挺好的，现在哥哥心里特别过意不去。你呀，风华正茂，他呢，如花似玉。嗨，你看这事儿我办的。我知道，只有亲兄弟才会替我想这件事。好。他是谁？一个武将，姓谢，名淑贤。据说将门虎子，忠良之后。谢淑贤，你为什么拒绝他？是他拒绝我。你心里不是只有绿影吗？怎么会同意他人疏漏？就是不想越陷越深。我是万花楼的姑娘，再喜欢一个人又能怎样？更何况，还是一个心有所属的人。倒不如趁着年轻漂亮，积攒日后的根本。我不能一辈子待在万花楼。谢将军家世清白，清君疏礼，那些世家子弟集了大笔银子任他享用，想必不是个仕途坦荡的贵人，就是一个有人缘的好人。我为什么要拒绝啊？你该不是……不是。嘘，下去吧。秦叔，我们曾经是最知心的，我们拥有那么多连寒光都不知道的秘密。可是，自从你带着那个死士回来，一切就变了。不要这样对我，我会发疯的。你知道我心里积压了多少的事情吗？和我在一起，全心全意的支持我，不要让我分心，好吗？
秦叔，你不快乐？你梦里还在掉眼泪？结束这场噩梦，回到我的身边。醒了？醒了就起来坐坐。久卧伤气。啊，原先韩章殿的宫女太监都被调到霞飞殿去了，所以，我让云燕、雪燕过来照顾你。你要是觉得人手不习惯的话，可以叫有吉、有真进宫来，还需要什么，也都让他们带着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晚膳的时候，我再过来看你。殿下，请留步。起来说。殿下，请原谅我。我猜，是你去向风师傅求情，他才同意让我出宫散散心。我还没有来得及向你道谢，何谈原谅？我不能嫁给你。你这种念头只是一时糊涂，你会改变主意的。你会后悔你说过这样的话。我不能再继续对你隐瞒我的心意，更不能怀着对另一个人的爱嫁给你，这是不对的。够了，我说过了，你会改变主意的。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这个理由不存在。你决定要用到这根房梁。这里是空的，就像没吃饭一样，不舒服。君子上达，果然如此。师傅，什么意思啊？
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我说不出来。不急，啊，对了，师傅，平平淡淡信守案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前朝的一位高僧写的寄语。寄语，很有名吗？虽然不算是家喻户晓、广为流传，但也算得上是传世之作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只是感觉好像在哪里听到过。启禀国师，讲。太子殿下宣略影少爷即刻进宫。等待掠影这个春雷震动。子父，原谅我没有当面辞行，我回府了。谢谢你接我进宫，照顾我。也许，等我们都能静下心来，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。珍重，晚安。知道为什么召见你吗？没规矩。听说你一直在学习，你都学了些什么？太子问你话，要回答，你一会儿点头，一会儿摇头，是想让我猜你心思吗？不知道。什么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为何召见？听说你的武功比寒光还厉害，而且你还有一套自己的训练方法。以后你就留在宫中，把你这套训练方法供奉给太子吧。不懂。怎么供奉？就是把你的功夫交给我。我的功夫，你学不了。敢抗命？先掂量掂量你有几颗脑袋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你真学不了。我的功夫是跟野兽、黑暗和死亡学来的。不教？教不了。不怕我杀了你？不怕。只要我不想被你杀，你是杀不了我的。你说什么？只要我不想死，你杀不了我。我没骗你。在我失去理智之前，赶紧给我滚！
大师傅在用膳，打扰了。探月有事，请讲。都说你是得道高僧，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。听你讲法几次了，除了佛陀降生长大、求法得道的故事，什么真？天楚本是楚姓天下，现在落入旁姓人之手，这难道不算是天楚之祸吗？华夏千年，最智慧的一句话，莫如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”。楚兴天下时，大小战士连绵不断，无论胜负，终不免生灵涂炭。这10几年来，虽换了他姓之人执掌朝政，但至少这10几年刀兵未起，其间祸福难有定数。你的意思是说，
姓封的，是天主之福了。祸可生福，福可转祸。贫僧若说是福，谭月便会造下无边罪业。谭月杀心已起，贫僧再说下去，怕是要血溅当场了。阿弥陀佛。祸福相依，那父兄何在？锦书有。仰望天上月光，像你的荒凉，冷漠都被黑夜埋藏。地不老，天不荒，我等待更漫长。独惆怅，一身红粉衣裳。到底蝴蝶沉迷着谁的发香？苦苦思量，你的身影里。这是绿影第一次把我拒之门外。曾经他生病了、发烧了、受伤了，只会到我身边来疗伤。现在，他宁可独自承受那一切。可想而知，对他来说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。还有子父，现在一定很不好受。他们在吃苦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，帮不到。人力是多么的渺小，多么可怜又可笑。爱的曲折，岁月会慢慢诉说。孤独的烟火，留不住万里长河。红尘的风吹过了，红尘的风停住了，夜色远，落花的错。我们走进寺庙，磕头上香供灯，是为了满足神佛被磕头的虚荣心吗？你看，有这么多人给我跪拜，我多伟大！还是为了用供养来贿赂神佛，吃人家嘴短，拿人家手软，所以要给人家好运。神佛可以被贿赂吗？那我们走进寺庙，给那些泥塑木雕的佛菩萨又磕头又上香，这是为了什么呢？我们踏入寺庙，看到佛菩萨相好庄严，想起他们是怎样慈悲与智慧，想到我们其实也可以像他们一样，放下斤斤计较，放下患得患失，放下自以为是。其实我们拜的是自己心里的那尊佛，每个人都能请出那尊佛，降服自己身上的贪、嗔、痴。我以前是个屠夫，不信佛还好，若信了你的佛，以后要遭报应怎么办？不信佛就没有报应了吗？我不受你的管，怎么还要报应啊？种了豆子结不出瓜，种什么长什么。这和信不信没有关系，你信也是这样，不信还是这样。
阿弥陀佛。原来求佛不如求己是这个意思。就算我们知道自己斤斤计较，患得患失，自以为是，可是又哪里能放得下呢？大和尚，请留步。我该怎么做，才能离苦得乐？自寻了断，万万不可。谢小将军也算是难得的将才，毕竟家学深厚，只是被身份所累，一直不得施展。是啊，父亲。前段时间吴害呈上的关于白帝国的用兵书中，有很多都是谢淑贤的想法，包括粮草补给、先锋断后，啊，还有预备役那段，都是出自于他的手。不怕他抢了你的风头？如果有机会，他一定可以一鸣惊人的。现在国家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，国家能打胜仗才是第一的。吴害怎么会把个人的荣誉驾驭在国家安危之前？好。想必父亲大人也不会让吴害有此私心吧？听说你们在万花楼给谢小将军摆了花酒。啊，是，还被他搅了局。或许啊，他志不在此。的确如此。吴害，爹向来不干涉你交朋友。谢淑贤身上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，他也确实志向高远。但是，既要用，也要防。为什么？我是担心，他会因为他父亲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而对国师怀恨在心。父亲大人，果然是风套。我只是不愿意冒险，让国家陷入动荡，不能让谢淑贤拥有这种力量。但是风如哥他不能代表这个国家呀。
贫僧在行脚途中得到过一位女檀月的帮助。她告诉我，她曾经接受过画皮术，那是一种剥去旧皮囊，换上另一张脸的手术。
个人都有私欲，我真的觉得好难。降服贪、嗔、痴，真的好难。是不容易。大师，我知道是我贪心，可以请您为我的这串树珠开光加持吗？您是得道高僧，贫僧只是一介凡夫，既没有神力，也没有异能。贫僧只可以按照前辈高僧留下来的方法给树珠诵经，但仰仗的是慈悲佛力，不是贫僧个人的小小修为。是。弟子诚心忏罪悔过，愿以此诵经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，愿一切众生都能离苦得乐。